世上很少有一个像柴可夫斯基这样的音乐家，不仅从法律成功斜杠到音乐，写出许多流芳百世、澎湃激情的作品，还很幸运地碰到天使金主资助他。但是他的生命也充满了忧郁、黑暗与困惑，不仅被女学生骚扰到不厌其烦，直到结婚、分居至发疯。他至今不明的死因，更替他传奇的一生添加更多神秘的色彩。嗨，大家好，我是 Sherry， 今天就让我们一探浪漫大师柴可夫斯基精彩的一生。柴可夫斯基出身不错，1840年5月7日，他于一个富裕家庭诞生，父亲是制金工厂的厂长，母亲则是名音乐爱好者。小柴从5岁开始学琴，3年内就能熟练地阅读音乐。不过，柴爸就像许多父母一样，不认为音乐可以当终身职业，因为当时的俄罗斯音乐事业唯一途径就是在学校担任老师，或是帝国剧院担任演奏家。但这两种都被认为是当时社会阶级底层职业，只比农民高一点而已。出身高贵的柴可夫斯基当然不能就这样过一生了。再三考虑后，柴爸柴妈决定让小柴去学法律。就这样，柴可夫斯基被送到圣彼得堡皇家法律学院，期待他将来能成为俄罗斯优秀的法律甚至政坛精英。从皇家法律学院毕业后，柴可夫斯基进入司法部工作，但是对于这个铁饭碗，他觉得根本浪费生命。因此，在1863年辞职后，他转向去新开的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念书。后来还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创办人安东·鲁宾斯坦的推荐下，让柴可夫斯基在鲁宾斯坦的兄弟尼古拉·鲁宾斯坦新开的莫斯科音乐学院担任音乐理论教授。话说鲁宾斯坦这对兄弟对俄罗斯的古典音乐教育贡献也太大了，两兄弟竟然分别开办世界2大音乐学院。要知道，几乎现今所有活跃在国际舞台的俄国音乐名人都毕业于这2所学校哦。从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毕业的杰出校友有柴可夫斯基、肖斯塔高维契、普罗高菲夫、传奇小提琴家海菲兹、国宝小提琴家米尔斯坦，和2023年去台湾演出受到质疑被临时取消的世界第1女高音安娜涅翠科。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杰出校友则有浪漫大师拉赫曼尼诺夫、Scriabin、国际钢琴大师 Ashkenazy、俄国国宝钢琴家里希特、吉利尔斯等数不清的音乐名人。而学院的竞争激烈与成长故事又是另外一集的故事了。回归正题，虽然柴可夫斯基的薪水只有50卢布，相当于新台币28000元，薪水虽然微薄，但是他终于能做自己喜爱的事了。柴可夫斯基原本脚踏法律和音乐这2条船，到最后破釜沉舟，只专注于音乐，并不表示后来的人生就因此平步青云。事实上，因为他没有父母的支持，他在心态上更加孤立，导致后来逐渐忧郁，并且精神衰弱。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也被认为是拿庸俗的民谣来当灵感，登不上大堂。他历尽千辛万苦完成的第1号交响曲的反应更是不如理想。事业发展不顺遂，那感情路应该好一点吧？ Wrong。 事实上，柴可夫斯基的感情更差，不过这可能要怪他太勉强自己，而导致错误的选择。这一切都要从一位自称是柴可夫斯基的头号粉丝米尤高娃说起。米尤高娃说自己以前是柴可夫斯基在音乐院的学生，他每天用书信骚扰进行情绪勒索，他对柴可夫斯基展开疯狂的追求，疯狂到以死相逼，不娶我就死给你看，这招也太8点档了吧。起初柴可夫斯基是百般不愿意的，但当时他沉迷于普希金的诗作《尤金·奥涅金》，诗中主角因为年轻时拒绝了女主角的追求而悔恨终生，而柴可夫斯基不愿意自己与男主角一样抱有遗憾，于是最后他答应了米尤高娃的追求。
柴可夫斯基于1877年结婚，却在结婚2个月后就和老婆分居。在这段期间，他完全没有创作灵感，婚姻中的不断争吵根本就是场 disaster。 结婚第2年，柴可夫斯基把《尤金·奥涅金》这本书创作成他最伟大的同名歌剧。虽然2人没有离婚，但精神崩溃的米尤高娃最后被送到神经病院度过晚年。其实当初柴可夫斯基想结婚，可能也是要掩盖一个不能说的秘密，他是同性恋者。但是老柴的人生也不是一路衰到底，虽然婚姻失败，但柴可夫斯基却因另外一个女粉事业开花。可以说，如果没有这名女粉的经济资助，就不会有柴可夫斯基了。让我们来欢迎史上最有名的金主贵妇梅克夫人。话说梅克夫人真是天使下凡，她要柴可夫斯基什么都不要做，只要专心做音乐，就能领取每年6000卢布，等值现金12万美金，新台币360万，是当时低阶公务员年薪20倍的巨款。柴可夫斯基真不知是哪辈子修来的福，竟然能够得到这么棒的金主啊！梅克夫人的丈夫生前经营铁路事业，死后老婆摇身一变，成为俄罗斯最富裕的寡妇与音乐赞助者。梅克夫人的名字在俄文是希望的意思，她也的确从1876年到1890年这14年间给予柴可夫斯基满满的希望。但是梅克夫人有个条件，2人绝对不能碰面，只能用书信交往。这样的安排对柴可夫斯基是最完美不过了，有钱拿又不用碰面，不仅省去许多情感麻烦，他更能专注在音乐创作 ，win-win。这些年来，这2人总共传给彼此1200多封信。这种柏拉图式的精神伴侣交往，不仅带给柴可夫斯基经济上的无后顾之忧，也让他创作力大增，写出以下许多伟大的作品。然而1890年10月，梅克夫人突然绝交，这对柴可夫斯基来说是非常晴天霹雳的消息。到底是像梅克夫人自己说的突然破产，或者他知道柴可夫斯基是同性恋而放弃赞助呢？直到死前，柴可夫斯基都不知道梅克夫人突然停止与他来往的真正原因。虽然那时候的柴可夫斯基名气走高，在美国不仅有马勒撑腰，还有许多新大陆的粉丝，他的财务也相对稳定许多。但是突然被灵魂伴侣 cancel 的柴可夫斯基，隔年又接获最心爱的妹妹 Sasha 过世的噩耗。这2件雪上加霜的事件，令即使音乐事业已达到巅峰的他，内心却更加忧郁黑暗了。1893年，柴可夫斯基因为在圣彼得堡的餐厅 Lenner 喝了一杯生水，被诊断出霍乱而过世，享年56岁。他的死亡到现在一直是个谜，很多人不认为这只是意外身亡，而是被毒杀，甚至连自杀之论都跑出来。1874年，柴可夫斯基写出第1号钢琴协奏曲，以技巧高超、浩瀚浪漫的钢琴旋律和澎湃巅峰的交响乐团抗衡，堪称世界演出频率最高的钢琴协奏曲。1875年至1880年是柴可夫斯基的创作大爆发期，他接连完成许多旷世巨作，以下这几首是世人评价最高的：第3号交响曲、第4号交响曲、芭蕾舞剧《天鹅湖》、钢琴曲集《四季》。辉煌极致的至高瑰宝，与贝多芬、布拉姆斯和孟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并称的4大小提琴协奏曲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象征俄军成功击退拿破仑，尤其在高潮片段的猛烈炮火声，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交响曲1812序曲，还有那风格独特但拥有仿法国宫廷般优雅气质的大提琴协奏曲罗可可主题变奏曲，以及歌剧《尤金·奥涅金》等杰作。1877年，天鹅湖的首演虽然以失败惨痛收场，但这出芭蕾舞剧已经是世上最知名的芭蕾舞剧，和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与《胡桃钳》并称
世界3大芭蕾舞剧。天鹅湖尤其在2010年的金奖电影《黑天鹅》中特别抢眼。电影描述女主角为了夺取天鹅皇后的宝座，导致精神分裂。片尾20多分钟，把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一气呵成，让整部电影带到最暗黑又淋漓尽致的高潮。1881年，莫斯科音乐学院创办人尼古拉·鲁宾斯坦去世。为了纪念这位他最敬爱的人物，柴可夫斯基写下了一位伟大艺术家的回忆钢琴3重奏来纪念他。1884年，柴可夫斯基得到人生最高荣誉沙皇赠勋。1885年，柴可夫斯基担任俄国音乐协会莫斯科分会会长。当年他并根据了拜伦诗作，完成了他著名的曼弗瑞德交响曲。1887年，柴可夫斯基周游欧洲各国，获得空前的成功。此行他还会见了布拉姆斯、德弗扎克、理查·史特劳斯、格里格与佛瑞等作曲家。之后又在布拉格指挥尤金·奥涅金的演出。1888年，柴可夫斯基写下第5号交响曲。1889年，柴可夫斯基从欧洲演出返国后，他写出绝美浪漫的芭蕾舞剧《睡美人》。1890年，柴可夫斯基前往俄属高加索，在那里他接到梅克夫人的来信。梅克夫人在信中表示，他的经济情况发生恶化，因此他无法再对柴可夫斯基提出经济支援，并要断绝他们2个人的来往。虽然柴可夫斯基这时已是知名的大作曲家，经济早已稳定，但是与梅克夫人的绝交对他依然造成精神上相当大的打击。1891年，柴可夫斯基前往新大陆发展，在美国纽约、华盛顿等城市指挥演奏自己的作品，大受好评。同年5月，柴可夫斯基受邀于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开馆公演。1892年，柴可夫斯基完成经典童话芭蕾舞剧，也是每年圣诞节各大剧院的必演曲目《胡桃钳》。其中最有名的《唐梅仙子》，那闪烁精灵的钢片琴声，可真是神来一笔呀！1893年，柴可夫斯基完成他人生中最伟大的交响作品第6号交响曲《悲怆》，一首暗喻绝望与死亡的交响曲。这首交响曲于1893年由柴可夫斯基亲自指挥首演。悲怆交响曲被柴可夫斯基称为是安魂曲，就好像诅咒一般。在出演后第4天，1893年11月1日，柴可夫斯基染上霍乱，5天后终于离世，结束他传奇伟大的一生。